伊朗还没有核武，但是非常接近核武。对，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核武呢，大概你这个浓缩铀呢要到差不多90%左右。伊朗现在已经到达60%，然后他说我10天之内可以到90%，然后我很快可以做出10个到11个核弹等等，这可能都是真的。以色列一个特工就聊起什么事情来，那意思说，哎呀，我们很厉害了，你们台湾电话我都能监听了。台湾电话，他说他怎么可能？不信你随便给我你台北朋友的电话，他就给了。他非常好，几秒钟之内，对吧？你看他在那边讲话。中国现在更生气，就是他看台美日关系好到让他难受的地步。我们的卓院长维福去看了棒球，不管怎么样，他去看了棒球。那为什么有些蓝营朋友这么生气呢？因为中共叫他生气啊。当然，中共叫他生气。对，你卓荣泰跑去只看棒球吗？你是不是看了高市早苗吗？又多一张牌，他要去开川协会的，中共当然生气。过去2个礼拜，中东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化，以色列以及美国发动了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没有想到一举的歼灭了伊朗的高层，甚至连他的领导人哈米尼都被歼灭。虽然哈米尼的儿子他现在接班了。但这个接班能不能控制德黑兰的政权？他现在革命卫队已经发誓说，我现在要搅动一时的浑水，我现在要让荷姆斯海峡一滴油都过不去。现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会不会让它变成区域的冲突，甚至因为能源危机的关系变成全世界的金融风暴？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讲，又该怎么观察？因为中国过去它透过伊朗。他做安全上的前置，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透过伊朗，我搅动这个地方的安全秩序，搅动这个地方的安全秩序的时候，美国必须要派军队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牵制美国的军力，我就不能专心的来对付中国。另外就是我透过伊朗，我可以买到便宜的石油，透过买到便宜的石油，我可以增加我的工业生产的这种竞争力。现在如果有一天，今天伊朗真的被美国控制了，真的改变了这个秩序了，这个对于中国来讲会有多大的伤害呢？好，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非常熟悉国际政治与区域安全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讨论。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宝杰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师是我们讲，虽然这一次看起来是摧枯拉朽。我虽然发动了5000多次攻击，我把你的海军，我把你的空军，我把你的无人机的全部都给歼灭了，可是美国其实付出很大的代价，特别是荷姆斯海峡，这是扰动了全世界的金融秩序。那大家想说，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非要这样干不可吗？为什么以色列以及美国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非要以伊朗除之而后快嘞？那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在想的事儿，因为有人说啊，美国就是要拿石油啊，或者说川普想要干什么，对啊，或者说纳坦雅胡想干什么，然后这个川普中了纳坦雅胡的计，被纳坦雅胡拖下水。其实这样讲呢，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大国之间的互动，我常讲，我说我们台湾人看这些国际政治呢，第一呢，不能只从台湾角度去看。从台湾角度出来看，当然是第一个角度，但是我们同时了解大国的思路，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呢，常是大国在玩这个玩那个，他可能追求金钱啦，追求领土啦，或者追求商业利益，或者追求什么东西。那如果我们台湾看不懂的东西，你只是说啊，他就要这个像那个，或他只要诺贝尔和平奖，那就太简单化了。所以必须从比较完整的面貌来看。你问的问题呢，我觉得。第一个应该切入的角度就是，伊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在这个地区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因为他的角色呢，才导致美国跟以色列要去打他？这样讲呢才会比较完整。那因为我看了最近的节目呢，大概这方面大家谈的比较少呢，所以我想多花几分钟时间呢，稍微讲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是我们说的中东地图。伊朗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右上角呢粉红色那一块，我常常打个比方，它像什么呢？它会像顶草帽，或者像个飞碟，有没有？然后西北边高，然后东南边低。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它面积呢大概166万平方公里，164还是166，跟新疆几乎一样大。那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份，那占着中国1/6，所以换句话说，它就占了中国1/6。
它除了面积大之外呢，人口多，人口将近9000万，那8800万。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波斯人。中东地区呢，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常讲，我说我上课的时候最讨厌讲中东，因为很复杂。第一呢，这个宗教复杂，啊，有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然后还有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所有大的宗教呢，几乎主要宗教除了佛教之外呢，几乎都从地方出来的。好，第一宗教复杂，第二人种复杂。这地方简单说呢，大概有5支人口：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德人，然后犹太人。除了库德人之外，其他都有国家。所以这个库德人就很想建造国家，然后库德这些也卷在这里面。好，那这是人种问题。那宗教人种之外呢，还争什么呢？大家都以为争石油，其实不是。大家第一争水，争水，大家都缺水。这边很多国家呢，海湾国家呢，我们叫波湾国家，大概70%-80%呢，这个淡水呢都是海水化淡过来的，有些甚至100%，所以他们争水源。争水之外呢，才去争这个石油，所以对伊朗来说呢，这些东西他都要争。他要争什么呢？他要争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这是我刚刚讲的宗教问题。伊斯兰教我们通常简称回教了，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是中国古时候的回族相信这个教，所以中国人把它叫成回教，其实不是，它叫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有多个派，但是2个派最大，一个叫逊尼派，一个叫什叶派。什叶派是小派，逊尼派是大派。逊尼派大概占到全世界70几到80%，什叶派大概占差不多15%左右。然后什叶派大部分在伊朗，对。然后逊尼派呢遍布全世界，当然少数什叶派呢也分布在别的国家。那这跟伊朗关系比较好，就像沙烏地阿拉伯就是逊尼教派。对，没有错。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说呢，争夺的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呢，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当他要争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时候呢，他跟3个国家有点冲突。第一个是沙烏地，第二是埃及，第三是土耳其，会跟这3个国家有冲突。但是冲突比较大的原来是沙烏地，然后原来最早是埃及，然后后来是沙烏地，那现在呢，伊朗也跑进来。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在跟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大家就讲，有人讲到土耳其，然后我那朋友讲说，人家阿拉伯人跟波斯人在打，你突厥人跑这样干什么？所以一个突厥人，一个波斯人，一个阿拉伯人。对，他讲得非常精彩，因为他很有历史感，所以一句话讲，我说啊，这句话点通我了。所以这是一个种族的问题，还有是区域霸权的问题。区域霸权跟伊斯兰世界领导权是2件事。也就是说，我在中东地区呢，我石油产量这么大，然后我领土这么多，我国土这个国力这么强。当年在1979年，他们没有爆发科梅尼革命以前，伊朗是美国在当地呢第2大的盟友，第1大是以色列，第2大是他。那后来革命之后呢，美国跟他就这个变成死敌，所以这么几十年来呢没有解决。我先跳讲一下。川普要动手打伊朗呢，是报47年的仇，就是1979年的仇，那是后话了。就是把巴勒维政权把巴勒维政权打掉了，这个事情。然后所以伊朗还争区域霸权，他争什么呢？产油国的领导权。所以他争的东西很多，因为大国嘛。除此之外呢，因为他相信这个什叶派的这个，他相信。伊斯兰教当中什叶派当中比较激进的那一支，所以他的理念呢，他们变成什么？它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讲说这个你信伊斯兰教有国家有3类，第一类呢就叫这个，其实大体上说2类了。第一类就是伊斯兰国家，第2类呢可以说3类了。第2类叫穆斯林国家，第3类叫世俗国家。什么叫伊斯兰国家呢？用伊斯兰的法律来统治，比如说阿富汗啦，或像伊朗啊，沙烏地啊，那这就是伊斯兰国家。第2类叫穆斯林国家，这个国家里面相信伊斯兰教的人很多，但是我不用伊斯兰律法。第3类是世俗国家，我们相信这个很多，但是呢，我非常世俗化，譬如土耳其啊，所以这个我们说信伊斯兰教的国家呢，有这3类。
但是对这个伊朗来说，就是我要争伊斯兰世界领导权，我要争区域的霸权，我要争石油的主导权。然后，因为我相信这个教派，所以我对抗西方文明。为什么对抗西方文明呢？西方文明或者是基督教，它是一个异教啊，对我们来说是异教，对伊朗来说是异教，或者是天主教，这是异教，或者犹太教，这更是异教。所以它又是一个宗教冲突，又是文明冲突。那苗老师，你的意思说，除了伊斯兰的什叶派之外，全部都是异教？那台湾对他来讲也是个异教吗？你要知道啊，很多宗教在看别的教派的时候都是异教，是不是这样？那这种对激进教派来说更是如此。对他来说，台湾当然是异教。是。大家还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啊，伊朗现在这段时间跟中共关系很好，伊朗说到底是反共的。伊朗说到底是反共啊，将来我们谈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因为他看这些都是异教，然后你们是泛基督教文明的异教徒，然后我必须要这个教化你们，甚至要歼灭你们，所以他们是真心诚意这样想吗？他真的相信，中共也相信要歼灭其他人呢，是不是？没有错，我们是正常人，对，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觉得说大家和平相处。有人说不是，我要消灭你们才能和平相处，他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伊朗是要消灭所有的异教徒。伊朗的这些执政的这派系，在他最根深蒂固部分，他是这样相信的。这是很彻底的激进的教派。那不是为了夺权，那不是争权夺利，他是为了信仰。他是为了这个他的真理所以这个是很难解释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抗西方文明。既然要对抗西方文明，我就要对抗现代西方文明这些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比如说美国跟欧洲主导这个国际秩序，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这在他看来是这样的。那既然这样的话，要对抗国际秩序，那我现在不能孤军奋战呢。在现阶段我力量不够，我就要找一些跟我目标相同的国家去共同奋斗，譬如说俄罗斯跟中国。那这些国家像北韩啦，像委内瑞拉，前面委内瑞拉啦，你们都是反对现成秩序的，所以我跟你们友好。那虽然最后我可能要消灭你们，但现阶段呢，我得跟你们合作，拉拢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那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跟伊朗不是伊朗完全被动，伊朗也有它主动部分。伊朗当然有主动的部分，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嘛，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邪恶轴心的由来。那我伊朗过去我都是跟美国买武器，那现在我自己自制的武器呢不够用，所以我跟俄罗斯买，跟中共买。买武器呢是这样哈。你买弓跟箭的就没什么意思，你买的武器越尖端的，代表两国关系越好；买的武器越尖端的，代表两国的战略关系越好，对不对？那我伊朗号称我跟中共买了，跟俄罗斯买了最先进的雷达、防空系统什么等等，那我们战略关系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这个铁的伙伴。所以我也相信你们，你们相信我。那对，妙这边我要插个嘴是，请说。这一次中国提前讲，你不要再跟我们讲说买了中国武器了，我们其实没有卖到很好的武器。你刚刚按照你刚刚说法，如果伊朗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就代表现在中国最尖端最好的武器都已经给伊朗了。那如果你已经中间给伊朗这么好的武器，照样被打垮。对，这就是中国现在很尴尬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说的，你不要说我卖了很好武器给你，我只卖一般东西给你，他只能这样讲。但是理论上，那个俄国不是号称卖了 S300跟 S400给他们，对不对？那中国也说我卖了什么 JY 什么给你啊，什么10啊什么等等，也都讲了半天。那这次呢被打得很惨，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说。所以现在伊朗呢，他做这事情，那伊朗为了达到刚才的目标，争夺这霸权呢，那我一个人做也不行，所以我要扶植地方上的力量。也门，他扶植了几个力量。第一是真主党，在黎巴嫩南边的真主党。第二是在我们这底下也门角上的那个胡提组织，台湾翻译作胡塞组织。再一个就是前几年打了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哈马斯，那这3个是最主力。其他在什么叙利亚啦跟伊拉克里面呢，都有什叶派、朝野派去支持他们。另外还有这个其他地方，像巴基斯坦里面或阿富汗里面呢，也有一些什叶派呢还支持他们。但是那3个最主要，真主党、哈马斯跟胡提，台湾翻译作胡塞组织。这些呢，我不但给你钱，然后我给你武器，我还给你一些技术跟人才等等。所以伊朗在做这些事情。那么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很重要了。
中共跟俄罗斯呢也要对抗美国，也要对抗欧洲，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伊朗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伊朗呢，它不只是被动的，它还主动的跟中共跟俄罗斯做的事情，所以双方呢一拍即合。那么也就是中共、俄罗斯、伊朗等等组成了一个在北韩了等等邪恶轴心，组成邪恶轴心，去对抗这个现存的国际秩序，对抗欧美国家。所以最后我们可能会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台湾到底站在哪里？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把伊朗的角色讲清楚之后呢，大家就比较了解。对。那么这次美国跟以色列为什么要去打？对，除之而后快，要打这个伊朗，而且伊朗讲得很清楚啊。伊朗在当地呢，当然他要跟沙烏地竞争，要跟埃及竞争，要跟土耳其竞争。但伊朗说，我现在在当地，我最恨是以色列，为什么呢？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是异教徒，他是异教徒，所以这个是我必须歼灭的对象。那么他要歼灭他呢，他又做了很多努力。他除了这个买各种各样武器之外，最后的杀手就是我必须建造我的核子武器。那我要建造核子武器，我就开始努力。伊朗是，所以他的核子武器是专门要对付以色列的。基本上对付以色列，但也要自保的。所以这个我们将来讲到北韩时，我们可以再讲到这一块。所以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他跟中国搞“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变成“一带一路”走到这里，再走到土耳其，再进到欧洲呢，就变成这个桥头堡。所以他在这里呢，既想扮演区域霸主的角色，然后又扮演了俄罗斯跟中共在地区的这个助力或者节点。那么在美中对抗情况下，或者美俄对抗情况下，那伊朗就变成非打不可的目标。那问题是，只是达到什么程度，然后什么时候打？那现在以色列跟美国已经谈定之后呢，出手打了，那双方就看这往下呢怎么打法。那现在以色列刚讲的，这次扮演重要角色是以色列，特别是哈米尼的那个飞弹，30几枚的飞弹炸他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以色列干的。对。可是伊朗毕竟这么大。它的其他的科学基础其实也非常的强，其实还不错，其实很强。对，那我们就非常好奇是，那以色列到底这样？你到底只是因为之前被杀戮，你的泄愤，还是说你真的想要把它政权改变？你可以做到政权改变吗？如果你做不到政权改变，然后这个地方弄得这么混乱，那对于以色列的安全不就没完没了吗？那当然是啊，可是对以色列来说，它本来就是百战立国的。以色列在1948年刚刚建国没几天就被打，百战。然后打完之后，他第一打就打赢了，他这个建国战争，然后打了什么这个苏伊士运河之战啦，然后又打了什么6日战争啦，然后又打了什么这个什么 Yom Kippur War， 我们叫做赎罪日战争啦，然后又打了这个打了这个黎巴嫩了等等，所以以色列在这个之前呢是5战5胜，打得非常惊人，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我从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被赶走之后，我流浪了2000年。对。但天主答应我，2000年之后我要回来复国。2000年之后我真的回来复国了。然后天主应允我呢，会给我比大卫王更大的力量。那现在我也做到了。他也相信。他当然相信。就说今天伊朗跟以色列都是纯粹宗教相信我是有使命的。应该这样说，以色列很多人相信，但以色列有人不相信。以色列有一任总理叫做比金，比金就不相信，就被杀了。比金如果相信的话呢，他就不会去那个车站，他就不会被杀。对，因为你听过一本书叫《圣经密码》没有？圣经密码是有人把圣经呢拿来，然后把所有的标点符号拿掉，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字串，一个上千万、数百万字、上千万的字串。然后跑进电脑里面去，每隔一个字母你挑一个出来，每个字母挑出来，然后你帮我抓成有意义的话，然后每隔2个字母挑一个，每个字母再挑到无数有意义的话，包括甘乃迪被暗杀，包括中东战争，包括什么彗星撞地球都在里面，然后包括地震什么都在里面，包括比金被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我不细说了。然后摩萨德呢，半信半不信，看完之后呢，就跑去警告比金，比如说我是不信的，就在那边被杀，杀他的名字都在那上面，很可怕啊。那现在讲回这个事情了，所以
以色列是百战立国。我们先看一下以色列地图。好，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放大。在左边呢，不太容易看到，下次我找个比较更清的图。以色列像把向下插的尖刀，所以那个时候3年前呢，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哈马斯不是突袭以色列吗？当时人家就问我说，会不会爆发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区域大战？我说不会，因为我把旁边国家数了一圈，什么黎巴嫩啊，什么伊拉克了、叙利亚、伊拉克了、沙特阿拉伯了，到埃及，我说数了一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哈马斯打仗，所以不会打仗。但是呢，以色列会痛打哈马斯。然后我说，如果以色列在打哈马斯过程当中，北边的真主党也下来打以色列，南边的胡提组织也跑来打以色列，以色列就打他们。然后这个如果要打得好，我说真主党会打得很惨。那人家问我说为什么？我因为他们接壤，所以打得非常惨。那打胡提呢？因为双方不接壤，所以双方会远程相攻。我最后问题要不要闹大呢？就要看伊朗要不要介入。这我在2023年10月中旬讲的话，我如果伊朗介入的话，就打得很凶。那我的现阶段我只看见伊朗跟以色列最多用远程飞弹互攻。那是我在2023年讲的话。所以这样讲完之后，我说真正会进来打的，一个是真主党，一个是胡提组织。等到这个。纳坦雅胡打哈马斯打得差不多的时候，那大家说他会不会打真主党？我说我还不确定啊，就啪一下，不是什么传呼机爆炸吗？把很多人的肾脏都炸掉了嘛，然后炸死了很多人，一举杀了3000人，一举杀了3000人。你说这次杀了伊朗40几个，以色列说这什么了不起？我杀真主党杀3000个，然后一个下午3点多钟，啪就爆了。而且同样，他们要把真主党的领袖也是用这种钻地弹一枚一枚把你炸掉。对，就这样解决掉了。所以打了真主党，当然真主党其实真的还是很强。真主党大概是这几个当中呢，大概是军事实力最强的部队。他们号称10万人，但是他4、5万跑不掉，而且装备非常精良，有重装备。所以可能以色列打他会再打凶一点点，当然现在被打得很惨，所以胡提跟以色列就在远距攻击。那打到最后呢，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以色列当然知道了，如果我都看懂了，以色列一定看懂了，就是真主党打我，然后这个哈马斯打我，胡提打我，都是伊朗在背后，我要不要打伊朗？就剩下这个问题，要不要打伊朗？那我的判断就是，如果说伊朗对以色列威胁再大一点的话，以色列要打伊朗。那最后这个威胁的大小怎么判断呢？你做不做核武器？所以当以色列发现伊朗真的在做核武器的时候呢，我就必须打它。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先倒回头讲一下，大概过去的20年内，以色列杀了好多个伊朗科学家。对，你这个你知道的。伊朗科学家，伊朗跟伊拉克科学家在国际上开会的时候，回到这个5星级大饭店，在他那个在他那个顶级的那套房的那边，他在看电脑，突然他桌子爆炸了。我觉得最精彩是一个在伊朗的境内，然后他的所谓的核能教父跟他的太太坐了一辆车，就以色列放了一台车，上面有他的监控的这个所谓的机关枪，就那个车子过去了以后，他居然可以精准的瞄准那个核能教父的位置，然后就直接用机关枪打他的位置，他太太没事。就好像一枪打穿，直接在车子里面把那个核能教父给打死掉。太可怕了。对的，另外一个是在这个5星级饭店的那个顶楼，那个总统套房里面桌子爆炸炸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知道这个科学家呢，每次去开会都住那一个房间，所以摩萨德特工就跑进去，就研究了半天，决定用桌子杀他，然后就把那桌子呢整个仿制了一片，就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桌子，就送进去，然后这边旁边一圈炸药。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对，神不知鬼不觉。然后，这个科学家前面打电脑，突然桌子爆炸，就炸死了。他杀了非常多。听说我一个朋友呢，听了我朋友讲，不知道真的假的，吹牛的。6、7年前，他不知道怎么认得以色列一个特工，就聊起什么事情来。那意思说，哎呀，我们很厉害了，你们台湾电话我都能监听了。台湾电话？他说他怎么可能？他说不信，你随便给我你台北朋友的电话，他就给了。
他非常好，几秒钟之内，对吧？你看他在那边讲话，6、7年前了，不是现在啊。那他连我的电话，连你的电话都可以监听，只要我可能不会，你会，因为你比较有名，监听你。就号码都，你只要掌握号码就有了。对，所以因为这样，以色列就决定必须打伊朗。那大家现在问说啊，以色列打伊朗，阿拉伯国家会不会生气？不会的。第一，人种不一样；第二，宗教不一样；第三呢，你伊朗长期在这边搞鬼，我们大家已经恨得不得了了。因为大家都世俗化了，只有你还在。我们相当程度世俗化了，只有你还这么激进，所以我们受不了。而且你在这边搞事儿，所以以色列打你呢，那是刚好。对，那大家基本上会叫一叫、骂一骂，但是口惠而实不至。那至于你刚刚问说以色列战略目标什么呢？我觉得上中下3层。上层就是我最好打到伊朗的政权更迭，你换一个不那么激进的人上来，对，然后换一个比较平和的，甚至跟世俗化人上来。那你的意思说是要把革命卫队整个摧毁吗？就是不再是革命卫队的人？不是革命卫队支持人，或者说革命卫队你自己本身也要转化。这个伊朗的情况将来我们再说，因为它有2支主要的军队，一支是正规军，一支是革命卫队。但是革命卫队的角色跟影响力远远大于正规军，将来我们再说。所以第一是政权更迭，然后这个对我不再构成威胁。中程目标就是，如果政权不能更迭的话，我要废掉你的核子计划，我把你浓缩铀拿走什么的呢？但问题是这样啊，你可以把现成的铀拿走，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的技术跟科学家全部拿光。对，这个东西将来它反正不断会产出的。然后我以色列还要截断你伊朗对外援助的能力，因为你帮助了什么真主党啦、哈马斯啦跟胡提打我，你帮助这些打我，那我要把你援助他能力打掉，那这样我安全一点的。那这是中程目标。那下层目标就是我至少把你的飞弹能力跟这个无人机能力打掉。但这个我觉得以色列大概不会停留在这里，他至少要中程以上目标。你至少把你的核制造能力拿掉，不然他这样在就没有意义了。对，一定要有意义。那如果好，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以色列当然有上中层，最好就是你的革命卫队垮掉，你变成一个更世俗化的。那最好是你有波斯人这些过去的这个巴勒维的这些领导的这些人回来，要不然就是你的核设施，要不然就是那个最糟的就是你只是把现状改变而已。但是现在伊朗能够抵抗吗？伊朗现在海军没了，空军没了，你现在已经被这个大规模的轰炸，现在伊朗还有谈判的筹码吗？他的革命卫队，特别是他那个最宗教的那个最宗教核心的那群人，他还能够维护他的政权吗？我觉得有点危险，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当然期望就是伊朗能够世俗化。伊朗在1979年以前呢，其实某种程度相当世俗化的了。那个巴勒维在执政的后期的时候呢，他已经放得比较开。但巴勒维开头的时候当然也比较高压，后期放得比较开。你看见那时候伊朗的女生呢，不用戴头巾上街，然后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可以开车，可以上学校，然后可以出国读书，然后可以上网，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伊朗那时候已经相当的世俗化。到1979年巴勒维革命，1979年的科梅尼革命之后呢，这个情势又转回来了。所以对伊朗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很多是希望回到巴勒维的时代，不一定迎接巴勒维回来，但希望回到那个时代。所以伊朗里面现在是2支力量在冲突。那么打完之后，就这次打完之后，我一看我说，伊朗现在社会是分裂的。所以现在以色列跟这个美国呢，都希望说让伊朗呢能够再继续分裂，然后能够有暴动或起义，然后推翻现政权。但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伊朗的现在的现政权呢，基本上不管这个穆杰塔巴，也就是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呢，接不接得下来，不管他接不接下来，现在看起来革命卫队还有一定的实力。他们现在支持穆杰塔巴，然后至少就是他想说，第一我要活下来，我们要活下来，革命卫队不能完全被歼灭，然后我希望我能够保有我的东西，然后越多越好。那您的意思说，现在是革命卫队的最后殊死战？差不多，就是他就是革命卫队及穆杰塔巴这一支力量的最后殊死战。他们能活下来最好，然后不行的话，最好看看想不能够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所以这样大家就说啊，怎么最近这个伊朗到处乱打，他打以色列我们可以理解，打美国我们可以理解，
哎，他怎么打这个阿联酋，打沙乌地，打这个打卡达，打科威特，然后打到这个不小心打到什么约旦啦、亚塞拜然啦、跟塞浦路斯等等。伊朗说这些都有，或者是美国的基地，或者说英国的基地啊。那不好意思，有时候我没打准了，就打到旁边了。但我打这个地方，那这些国家都很生气。这些国家说，我们过去帮你忙，就现在你这个恩将仇报，居然这不分青红皂白，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坦白讲，他现在打的这大部分都是军事设施，他打了一小部分炼油设施，但是打的不算多。大家说打炼油设施问题就大了，不是？打炼油设施问题还不是最大的，打海水淡化设施才是最大的。因为打了海水淡化之后，大家明天都不要活。你打油的话，可能后天不要活；打水的话，明天就不要活了。所以他现在还留有余地。也就是说，他这样打呢，还是经过计算的，他不是没有计算。他的想法就是，我把问题闹大，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因为我这样打完之后，油价一定上来，航运的价钱一定上来。这两个价钱上来之后呢，国际物价就上涨，大家就受不了，大家就群起而攻之。除了骂我伊朗之外，一定会骂以色列，也会骂川普。说不定川普被骂凶之后，他会塌口。这是伊朗现在的想法。当他塌口的时候，我就有谈判空间。可是比老师，我这样子观察川普，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生死，就像俄乌战场死那么多人，他也不在乎。我觉得只要荷姆斯海峡他可以控制，荷姆斯海峡的船可以走得了，国际的金融、国际的油价、能源不要失控。只要我就荷姆斯海峡的控，你要去打阿联酋，你就打。你要打沙特阿拉伯，你去打；你要打就像你在俄乌战场上，你要俄罗斯要怎么打乌克兰，跟我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今天，我觉得你的算盘如果要用这个去威胁川普，我觉得你是威胁不到的啊。其实还是威胁得到了，只是程度多寡而已啦，就是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大。其实川普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应该这样说哈。我常开玩笑讲，我说。川普很多目标是对的，但他的做法是可商榷的。我们知道这样讲，特别他那张嘴巴。对，我常讲，我说川普如果讲话像雷根，做事像雷根，很多事情都做得成。对。糟糕是川普讲话像川普，川普做事像川普，很多事情都做不成。问题在这里。所以你说这个伊朗现在呢，他要把事情搞大。那如果说这个压力大到一定程度，那川普说没有后退。所以对伊朗来说呢，我这样还手呢，我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革命卫队跟这个穆加塔巴跟这批人呢都活下来，这个政权活下来。然后呢，我们还保有核能力，某种程度的核能力，还保有一定程度的军力，这是上层目标。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了。好，那中层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保住这政权，就现在的政权，然后保持一定的军力，然后我放弃核子能力。我用核能力呢当做一个谈判筹码，那实在不行呢，那下策什么呢？我存活，我政权保下来，未必做不到，未必做不到，因为这个当然不完全取决于伊朗自己主观的这个意愿，也要看以色列想走到什么程度，也要看美国走到什么程度。照你这样讲，他的目标跟以色列完全是对干的。那当然是，完全是冲撞的，当然是，否则就不会打仗了。对，否则就不会打。好，那另外就是您开始提到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关系。对于中国来讲，还有两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能源。我透过你伊朗，我买了很便宜的油，我每一桶我都便宜了8到12块，等于我这个用这么便宜的油，我有国际竞争力。同时，我在这个地方搅乱一池春水，我这造成安全上的这个冲突，让你贝多利分，我让你牵制你的美国。所以你美国每次有什么动作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始闹事。对俄罗斯来讲，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刚刚讲。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他们其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彼此互相帮衬的。对，那现在伊朗已经面临到灭国危机了，你这个棋子有可能是被美国给端掉了。端掉了以后，你的战略的安全、你的整个能源的安全都等于都没有了。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中国跟俄罗斯都还闷不吭声，而且好像都没有任何动作？不能也，非不为也。这样，这个力有未逮。其实不是说伊朗啊，在叙利亚要变天的时候，你觉得俄罗斯不想插手吗？很想插手啊。俄罗斯非常支持阿塞德啊，那阿塞德被那个叛军打得差不多了，俄罗斯为什么不出手呢？我被俄乌战场搞了分不了身了，我根本没力气帮你了。
所以那个时候在打的时候，不是那个他的军港被打吗？俄罗斯2个军舰逃出来，照理说应该回去帮忙，对，跑了，就他逃出来，他完全反向而动。我们看到那点，我们说哦，俄罗斯没有力量了。所以虽然叙利亚、伊朗这些地方对俄罗斯这么重要，但他实在没有力气了。对，因为我打俄乌战争打到已经手抬不起来。这边我后面顺便说一件事情，最近我看到这个消息，中国大陆有相当大概几千人呢在俄罗斯留学，最近接到一个通知，要征兵。俄罗斯要征兵，俄罗斯要对中国留学生征兵。你能想象说台湾这边，然后这个什么？我在美国留学，在美国留学，就我美国要征我兵吗？那表示说打得非常吃力了。所以俄罗斯现在是眼睁睁看着这地方一个一个被美国拿掉，但是呢，我没办法了。是。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我看中共能不能做什么事儿？现在是这样。好，现在看中共了。我们前面讲的说，中共对伊朗的依赖很深，它不只是石油。当然，就是你说的了，这个伊朗卖便宜石油给中共，然后中共得到很大的好处。中共从伊朗拿了石油，大概占它需求量多少呢？15%左右。然后这15%基本上是便宜油，大概是半价以下。所以非常划算的。哦，你说便宜8块、10块，恐怕不止啊。不止，恐怕不止，恐怕不止。我听说一个最低价钱是腰斩。那就30块了啊，腰斩还低一点点，那是很惊人的数字。那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委内瑞拉，中共跟委内瑞拉买的石油占它需求量5%，对，所以这2个加起来是20%，这2个都被美国端掉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端掉，就基本端掉之后呢，它有20%的油呢会有危险，对。但你要知道，中共过去这么多年存了很多油，存了其实超量的油。但它也蛮危险的，它这超量油都摆在沿海，然后都是很大的油槽，很容易被攻击，甚至就台湾都打得到，台湾的飞弹都打得到，然后我们的瞄准能力也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打得很准的。那问题就到时候要不要这样做而已。好，那现在讲回这个中共这个看伊朗，所以一方面是石油，二方面呢就是刚刚讲说“一带一路”，大家再看一下这地图哈，我们把它缩小一点点。伊朗的右边呢是这个土库曼，就褐色的地方是土库曼，然后下面黄色的地方是巴基斯坦，再过去就中国大陆，就新疆了。所以这个就是“一带一路”走过来的地方。那中共靠“一带一路”呢，一方面就是我用这地方呢走到土耳其，然后再走进欧洲去，经过博斯普鲁斯跟达达尼尔海峡就进到欧洲去了。所以这是“一带一路”的路上的那一块。另外就是呢，伊朗在这个地方呢，对我来说。你在这里呢，这边搅局，你帮忙什么真主党啦、哈马斯啦，跟胡蒂组织，你把地方搞乱，然后让美国贝多利分。我借着伊朗，借着弄这些东西呢，让美国贝多利分。对，我就牵制你的，至少你的第5舰队必须要在这里。对，你的第5舰队呢，就现在还有人讲了说啊，现在美国兵力都在这里，说没有时间顾了亚太，大家搞错了。美国用一个司令部打一个地方的事情。美国现在用中央司令部在打伊朗。没有动到印太司令部，也没有动到印太司令部的兵，也没有动到印太司令部的船，也没有动到印太司令部的弹药库。那但为什么这一次会把韩国它的这个萨德系统，本来你看萨德系统对韩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的这个心理安全，结果居然把你的这个萨德系统，把你的这个防卫系统搬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不就动到印太了吗？前几天呢，我看了前几个礼拜，我看张照片，我就看懂一件事情。李在明跑到北京去，拿起小米手机，跟这个习近平跟彭丽媛拍一张照片。我说李在明要倒霉了，李在明要倒霉了。我川普看这张照片一定非常生气。你李在明这叛徒，我一定要对付你。我怎么样对付你呢？慢慢来。所以第一步呢，我先把萨德拿下去。我说要拿萨德，拿不拿是一回事。我说要拿萨德，我看你后面怎么做。你再不乖呢，我就再拿一点，再拿一点，然后最后呢，我甚至要制裁你。我很简单，我降低关税就好。这是川普最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基本上呢，印太司令部呢，他基本没有动。
但是你现在不关了，我说一下，动你一下。所以韩国那是警告的警告，对我发个警告信给你，不是说我的飞弹打完了，我必须要用你动你韩国的。现在这样说，我要这样讲一讲。你要知道，川普早上讲的话跟下午讲的话可能不一样，对啊，但是他讲呢，就注意震动韩国。所以简单说呢，现在基本上是中央司令部在对付这个问题，对付是伊朗的问题。那么对中共来说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路桥啊。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伊朗我们看左上角它那个地方呢，跟那个土耳其差不多接壤的地方，对，上面是3个小国家，它跟2个国家接壤，一个叫亚美尼亚，一个叫亚塞拜然，右边是里海，左边是黑海。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上面呢，黄色那块地方呢叫乔治亚共和国。乔治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当年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苏联时代，苏联跟伊朗是接壤的。1991年，当苏联瓦解了，然后这3个国家独立出来之后呢，俄罗斯跟伊朗就不接壤了。虽然不接壤，俄罗斯跟伊朗是非常近的，对，土地上是非常近的。他们从这个里海那边，从这个里海那边，他们也可以直接这个可以连通。所以现在有个说法是，伊朗其实是俄罗斯的南方之盾，对，要维护它。对，所以现在伊朗被端掉之后，俄罗斯现在不是被封锁吗？俄罗斯原来是透过里海的这个航运呢，送到伊朗之后，从伊朗出海。所以现在俄罗斯被封掉了。如果整个封掉的话，俄罗斯被封掉了，俄罗斯这个打仗会更加困难。对，那中共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所以除了能源，除了这个战略之外，最重要一点就是我在伊朗投资超过1000亿，现在可能打水漂，可能打水漂，但还不一定。所以当伊朗战争要结束的时候，美国说要重建，中共一定要跳进来。美国让不让他跳是一回事，但他一定要跳，因为我的钱已经在里面了。对，我钱已经在里面了，我不能白白打水漂，我要拿点回来。所以对中共来说呢，对俄罗斯来说，伊朗都这么重要。那现在这样端掉之后呢，对这2个国家呢影响都非常大。所以现在中共对伊朗呢也不会完全袖手旁观。他不会手旁还会偷偷帮忙。去年6月份他们不是被炸了一次吗？对，中共不是3架飞机飞过去吗？然后打说他去帮伊朗，中共说没有，我要飞这个卢森堡还是飞比利时，结果飞机刚到那边，啪，那个讯号就关掉了，大家说他进伊朗。那时候我们就说他飞进伊朗去，到底是送东西去呢，还是接人出来？对，我们不知道，可能2者都有。对，我又送一些武器过去，又把一些重要人接出来。当时我们就想说，会不会把伊朗这些最高领导层接出来？后来发现没有。那当美国判定说没有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杀哈密。所以这是接上线的故事。那么中共现在对伊朗的帮助会有限，为什么呢？他不想激怒川普，因为他认为我跟川普直接见面，迎接川普来北京这件事情更加重要。有川习会很重要，川习会更加重要。而且你也提到说，今天川普会做这个动作，等于说我有一个委内瑞拉，有一个伊朗，拿着2份礼物、2个筹码去对付、去看习近平。可能不是2个礼物，是2个筹码，是2把枪。我原来已经很多把枪，我就多2把枪，我带2把枪，我去见习近平。对，所以对川普来说呢，可能他没有太高期望。但见也不是坏事，可能他见面呢会警告他一下。你记不记得几年前习近平到过的华盛顿去访问？对，川普请他吃国宴，国宴吃到最后的就吃甜点，甜点吃到一半的时候，川普停下说：“哎，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习近平说什么事？我刚刚对你小兄弟叙利亚打了59个飞弹，59个飞弹在海湖山庄。”据川普转述，习近平停了10秒钟说：“哦 ，OK 呀。他又不能怎么办？不然怎么办？他说我甜点不吃了，我回家了。所以其实习近平也就周围也无能为力。对，好，那另外就是美国的一个角色，就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让人觉得非常困惑。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其实就是对付中国，因为你按照那个手路来看，从委内瑞拉到伊朗，那也有人讲说那是被以色列拖下水，因为以色列说我已经要干了，那以色列要打了，那美国不可能不跟上以后会让整个以色列
整个是扰乱更去，更不能控制。那有人讲说，那根本就是川普的好大喜功，所以外界看不清楚你到底的动机是什么。那这个动机会决定到你最后要怎么收尾。因为这个战争，你想，如果川普已经讲了，我讨厌以前那种这个所谓的那个顿兵错锐，打这么久了，然后大家在失老兵疲。那好，那你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个战？第二个是你这个战你到底要怎么收拾？你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常常这个读兵法人，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我为什么打这场仗？我打不打得赢？那更重要就是我后面怎么收尾，就怎么进怎么出的问题。因为进去容易啊，出来的时候很难呢，对不对？那美国打韩战、打越战都是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呢。对。所以后来越战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所以后来历任的总统也好、智库也好，这个军人好，都在研究说，我们怎么从越战当中汲取教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开始很容易，问题是怎么结束。所以现在对伊朗来说呢，美国战略目标大概是这样子，跟以色列有点像，但是会有点差别。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啊，大概这样：上中下，上层跟以色列一样，政权更迭，然后不造成威胁。第二就是中层目标就是废核子计划，然后切断你的对外援助能力的中层目标。下层目标就是飞弹跟无人机都解决了，照现在来说差不多达到了，对不对？所以下层目标达到了。现在中层目标呢，就是核子计划。现在核子计划是这样啊，伊朗还没有核武，但是非常接近核武。对，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核武呢，大概你这个浓缩铀呢要到差不多90%左右。伊朗现在已经到达60%。然后他说我10天之内可以到90%，然后我很快可以做出10个到11个核弹等等，这可能都是真的。而且伊朗可能已经就是在电脑上面已经试做过了。已经做哑铃界了。已经做了这个大概就是做假试爆什么，大概就是已经模拟过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真的把铀浓缩到那一步，然后不被影响，让我能做起来。其实做一个核弹大概不是很难，但你要能够丢出去，然后打得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过去我有一句话在网络上被传得很广，我说北韩的飞弹呢打得准很可怕，打得不准也很可怕。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对美国来说，我现在看伊朗呢，下层目标我已经达到了。现在中层目标就是核能力呢，我是不是能废掉？所以现在不是传说82空降师现在停止演习了吗？没错。说可能要派去了吗？如果真的派出去的话，那就是要拿铀了，就把现成铀拿走。但大家不要忘记啊，第一，伊朗是有科技的国家；第二，伊朗是自己可以生产铀的，他自己有产铀的，所以他自己可以生产，可以提炼。那如果他的技术还在，他的设施没有被完全毁掉的话，那我是做得到的。所以伊朗一直说我要保持民用核能力。那或许可以的，因为当初美国跟北韩谈也谈这个，就清水跟重水的问题，那也是要这一步。所以简单说就是，美国如果看见伊朗爆发政权更迭，那当然非常好。所以你看川普也这样讲嘛，你们起义啊，推翻就是把自由还给你们啦，然后你们可以打造一个你们要的政权等等，他也在鼓动这个革命，但是不一定会成功。纳坦雅胡其实去年6月已经讲过了，但也没有成功。那么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目标跟美国目标可能不一样。那当美国跟以色列目标不一样的时候呢，那美国跟以色列要停战的时间可能就不一样。所以以色列可能希望打得久一点点，美国希望早点结束。你说有可能美国先撤出来，然后以色列继续打吗？有可能是美国要撤的时候，劝以色列不要再打下去。而以色列可能还想继续打下去，双方会在这边吵起来，就像美国跟欧洲跟在为乌克兰吵起来一样，所以逻辑是相同的。好，那现在伊朗的问题就是，穆吉塔巴号称接班了，但是都还没有露面。一个说法就是他常年低调，另外说法就是他受伤了不方便出来。第三个说法就是他当然怕被暗杀。美国未必想杀他，因为对美国来说就是他要考虑一件事情。我打伊朗打到什么程度？以色列来说，打得越扁越好。美国说扁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对不对？就看当年打伊拉克就很清楚。美国老布希打过伊拉克，对，小布希也打过伊拉克。
小布希打得非常彻底，把伊拉克打扁了，然后把海珊给抓了，然后把伊拉克占领了，然后进去了。老布希看在眼里，觉得说我的儿子不聪明，我当年打得比较漂亮，打就好。我打一打，打完之后呢，把伊拉克分成3块，北边那块呢给了库德族，然后南边这块呢禁飞区，中间这块呢你自己留到。为什么留到这一块呢？因为伊朗也很头痛，伊朗跟伊拉克处不好，所以我不要把伊拉克打死，我要牵制伊朗，我把伊拉克打到一定程度，让他可以牵制伊朗，这样我就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伊朗、伊拉克互相咬呢，我美国轻松一点。我的儿子比较笨，虽然读了这个耶鲁大学，对，但是这个所以IQ 比较低，所以把伊拉克压下去也是伊朗做大的原因。对，对。所以把伊拉克打扁之后，伊朗就做大了。对，伊拉克不打扁的话，不打那么惨的话呢，那他们俩互相牵制呢，美国就好过很多。所以美国如果这次从当年的伊拉克之战学到教训的话，现在打伊朗呢，也可能不要打扁。说不定可以牵制其他的国家，谁晓得将来出来谁呀？对不对？所以打到一定程度就好了。但是以色列大家不这样想，以色列想说打得越久越好，我要一劳永逸。然后对纳坦雅胡说。达到就是我不要去面临这个，不要上法庭就好了。达到我自然死亡可能是最好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很难讲。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美国来说，或甚至对以色列来说，穆吉塔巴是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对象？他就真的有权利来加油。然后穆吉塔巴愿不愿意谈判？他能不能谈判？现在大家各方还在判断。是，现在我们也还不敢说。好，那苗老师，那当一开始川普说只要4天。后来两个礼拜，然后呢，就后来又就90天，那大家就很好奇说，那这场战争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底？还是说我也摸着石头过河，我边走边看？他当然有底了，就刚有底吗？有，就上中下3策，对他来说打到中策就可以了，这是他的底，就核能。那但是呢，其实我常讲，我说大家不要小看美国，大家看美国呢，虽然你不喜欢川普呢，你真的好好把它研究清楚。他的事情不是乱做的，所以你不一定喜欢他做事情的方式。我们看这事情呢，要看全局。换句话说，我美国打伊朗呢，不是只打伊朗，我打委内瑞拉也不是只打委内瑞拉，也不只是为了石油，石油是一个表面的理由，石油只是这样削弱了这个增加了我美国或增加我川普对全球石油的定价权。那他要干嘛？但是我削弱了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中共啊。这才是一个关键呢。我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以色列去打了哈马斯，打了真主党，打了胡替组织，削弱了这个地区的这些动乱因素，我美国也轻松了嘛。所以对我美国来说呢，我跟以色列在这里呢是有平行战略利益的。我当然放手让以色列打，但是你以色列不要在伊朗给我搞出更大问题来，这样就好了。好，那再来呢？现在美国不是经常讲说，我可能会友善接管古巴吗？对。那为什么要接管古巴呢？因为古巴也给我惹过麻烦。那现在虽然麻烦不大，但是如果古巴能变色的话呢，那我对卢比欧有个交代，因为他是古巴人。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古巴在我后院嘛。对。那如果说古巴变成一个民主政权，或变成一个亲美，不一定要民主啊，变成亲美政权，我的安全很多。否则中共、俄罗斯用这种搞鬼，我还是很讨厌的。好。所以古巴出问题了，那巴拿马我已经大体解决了，我已经把这个港口拿过来了，然后把中共力量挤出去了。中共现在要告我，但是看起来不怎么样。俄罗斯我们刚刚讲过了，他现在是卷到乌克兰战争当中，他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了。现在呢，看中共能干什么。所以我现在川普呢，我觉得我满手好牌，现在看我要不要去川习会而已。好，那故事还没完呢。故事还没完，中共看美国呢，也不是看中美关系，他一定把台湾算进来。对，那他现在看见什么呢？台湾跟美国签了的关税协定，虽然里面吵得一塌糊涂，但看起来这个关税协定可能会过。而且最糟糕是什么呢？中共看懂了，台湾很多朋友们还没看懂。台湾借着这个关税协定，借着答应帮美国打造一个半导体的聚落，一个科技聚落，我们实际上是利用最高阶的这个战略武器，战略的应该怎么说呢？战略零件吧。战略零件用晶片
我们用最重要的战略零件晶片跟美国形成了战略同盟。所以我们跟美国现在关系实质上是个战略同盟，只是大家现在很多还没看懂。所以今天有个消息传出来，比如说你知道讲伊朗战争，因为荷姆斯海峡有一个能源危机，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两派，一个是他民间的智库，一个是他的这个官方的众议员、参众议员。他说：“哎，台湾的能源安全我们美国要负责哦。”然后现在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说参众议员讲：“哎，那以后你不要再这个不完全是跟荷姆斯这边经过这个地方了。”我们美国要提供你安全的，所谓的天然气，我要提供你安全的石油，等于说你的石油、天然气这个能源线是美国保护。未来中国你要封锁、要包围的时候，美国是要负责让你穿越的。第二个就是，他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战争了，那干脆有没有可能台湾抑制我台湾的这些船，马上换成就是这些船变成美国旗帜，由美军来直接保护你，代表说。它是一步一步的。本来我们觉得你只在军事安全上面，台湾把你加入这个军事同盟。可是这一次的这个伊朗事件里面，我们又看到一个在能源同盟上面，台湾也被纳到了美国的这个范围里面。你记不记得那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没多久，全世界都在买这个口罩，然后台湾当时买口罩也买得很紧张，然后很多人都买不到。那时候我正在上节目，人家就问我说。美国会不会提供口罩给我们？我说会，我会。他为什么？我说你不要问，一定会，一定会，就这样子。因为美国已经看见台湾重要性了。我再说一次，美国前任商务部长、现任的商务部长，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现任的美国很多高阶官员讲得很清楚，我们美国需要的最高阶的晶片90%到92%从台湾拿来，我能不保护台湾吗？对，台湾断炊就是我断炊，就这么简单。所以台湾现在几乎是我的咽喉，我必须保住它。所以你刚刚讲说，光美国企业好了，或美国直接提供好，那是完全可能的。美国甚至可能会调动附近的什么能源给台湾，因为它必须保台湾，就这么简单。那么也就是说，中共看现在这个台美关系呢，好到就让他难受的地步。中共现在更生气，就是他看台美日关系好到让他难受的地步。我们的卓院长维福去看了棒球，不管怎么样，他去看了棒球。那为什么有些蓝营朋友这么生气呢？因为中共叫他生气啊。当然，中共叫他生气。你卓荣泰跑去只看棒球吗？你是不是看了高市早苗吗？对，对不对？非常合逻辑的嘛。你光是禁止，对，你光是行政院长能够进到了日本，而且你给你通关礼遇，给你行政院长的待遇。那就是过去台湾无可想象的事情，对嘛？而且你觉得他只是看棒球吗？当然不是。那他跟高市早苗谈完之后，然后过几天高市早苗去看川普的，对不对？然后川普拿了这2张牌之后，又多一张牌，他要去开川习会的，中国当然生气。所以按照明老师你这样讲的话，等于说现在中国很多的旗子已经慢慢的被拔掉了，我已经慢慢把你内缩了。他是剪裙边嘛？剪裙边，对。那剪裙边最后它只剩下一个旗子，就台湾内部，它只能依靠台湾内部。台湾内部这个旗子是他现在习近平唯一的依靠，不然他周边的国家全部都已经被剪光了。差不多。所以美国将来会出手。你觉得会出手？或者说一定出手。美国一定出手，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能细讲了。所以对中国来说呢，我看见这个美台关系提升，看见美台日关系提升，我非常悲愤。但坦白说，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只能操控台湾内部，这剩下一张牌。美国是中国现在看美国就是你对我又打关税战，然后又打科技战，然后又限制晶片，然后你可能还跟我打金融战，然后最后你可能卡我粮食，我到底怎么办？所以中国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焦虑，难怪，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川习会，因为川普上台这1年多，我一直没有跟他直接联络上。对，现在他要来了，我怎么样都要让他来。所以这个线是不能断的。所以再怎么这口气我得忍下来，等川习会谈完之后，我再来看看干什么事儿。我才是他现在的逻辑。好，那接下来最后就是这个伊朗的一个战争，包括这个整个中美台之间的牵动。接下来你说，大家就台湾来讲，非常好奇是那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对台湾来讲，它是会有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吗？我先说伊朗会怎么样哈？伊朗大概3个可能，现在看起来比较大的可能就是穆吉塔巴在革命卫队强力支持之下，稳住了局势。
你们要再起来，老百姓要起来暴动的话，我就强力镇压。那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再打一下以色列，用对外战争呢来凝聚内部。虽然我晓得我们内部呢有2派，一派赞成我，一派不赞成我，所以我要强化赞成我这一派。这个目前看起来可能性比较高，当然就要看后面这个以色列达到什么地步，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伊朗会不会分裂或爆发内战，我们不能排除这可能性。最夸张的可能性就是伊朗的国防军跟革命卫队打起来，对，这是最夸张的这个情况。有可能。然后比较可能的情况就是伊朗的西北角那边有库德族。现在一个说法说，美国想帮库德族，这个川普也讲了，考虑帮库德族，然后起来干什么事儿。美国也帮过库德族，也利用过库德族，库德族也希望呢趁势干点什么事儿。但是如果库德要进来跟伊朗现政权对抗的话呢，最反对的恐怕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还有很多库德族人，土耳其不希望库德族的力量强大，对，因为他们也有很多，对，他们里面很多，对，因为库德族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跟伊朗呢4个国家呢人口最多，然后库德族的总人数大概差不多3500万到4000万，就我刚刚才开头讲说，是5大支里面唯一没有国家的这支民族，所以他们很希望建国，但是任何一个地方建了库德族的，对其他地方国家的库德族都有吸引力，都可能会引发动乱。而且库德这样的地方是有石油的，是有石油的，所以这个大家都不希望库德建国。但是美国这地方是有点犹豫的。美国也要看他跟土耳其的关系，跟他跟叙利亚跟这伊拉克关系所以第二就是可能打内战，北边是库德族，然后右下角接近那个黄色的巴基斯坦地区呢，那叫俾路支，俾路支有支游击队也很强大，也可能起来打内战，所以如果都起来的话呢，那可能会有内战，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逊尼派的这力量等等。或者周边国家呢，可能想伸手进去，去搞这个伊朗，这第二种可能性打内战。第三种就是民主革命，就民主革命，这个几率现在比较小，但不能排除，所以这是伊朗的未来。那对台湾来说，就是我们要紧盯的局势。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台湾的国际战略呢，你不能想当然耳，你不能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台湾的国际战略呢，必须跟世界第1强国平行。跟美国平行，换句话说，美国怎么走，你陪着怎么走；美国怎么走，你陪着怎么走。日本都这样走的，我们当然也没有太多选择。所以大家说抱美国大腿，不是，你是看清楚自己战略利益之后，你主动决定我如何这个主动配合。那管中闵说不能靠美国啊，这样太危险了，太没有志气了。那你要靠中共吗？你要靠中共吗？讲这些话的人很多是靠中共的，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我常讲说，国际战略呢，你要比较冷静的观察，有的时候是很残忍的，没办法。如果说我们当年打内战打赢了或没有打输的话，我们占据长江以南，我们可以这样玩。现在我们连长江以南都丢掉了，我们只靠台湾海峡的话，目前只能这样玩。将来大陆局势有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好，我们讲整个世界它是一盘棋。现在我们的节目或是我个人越来越关心整个国际政治，是因为看起来远在天边千里之外，可是它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我们的生命线，你都很难想象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里面，其实美国其实是要对付中国的。那另外透过这样的一个战争，我们居然就被纳到了整个美国的能源生命线，对台湾来讲是越来越重要。所以听了今天明老师的这个分析，我们非常谢谢明老师，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整个这盘棋里面，台湾要在这过程里面如何的安身立命。谢谢明老师，是谢谢，也谢谢大家。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